在两大神界永久消失的5年后，第一等级世界似乎也并没有再发生什么异变，似乎一切都非常的和平，就连灭神府和神奇联盟都没有什么动作，这让的丹神塔的高层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塔主大人几年前亲自拜访了元尊，回来后他的气息竟是奇妙的有所提升，他的丹道似乎变得更加的玄妙强大，不知道他在神元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塔主也会经常前往神元宫之中，与那位神界大传奇见面，两大万界神州的超神巨擘势力似乎也已经开始了合作。当然这样的消息也传入到了诸神万界之中，使得丹神塔没有了那么被动，并且这一次丹神塔也号召了所有神奇强者，使得丹神塔之中的超级神奇愈发愈多，同时又与神元宫合作，使得丹神塔的底气更加的十足。所以现在的丹神塔以及神元宫怕是已经无人能敌，即便是神奇联盟也不敢有所轻易出手了。1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东周的万界圣子之地中，那道光球已经没有了之前那般玄妙与辉煌，而且其中的能量也逐渐的消散而去，恐怕要不了多久，那3位万界圣子应该就能够出关了。至于是否已经领悟完整的大道，成为大道主神，就要靠他们自己的天赋了。而且在场的天位神强者似乎比之前更加的多，他们一脸期待，等待着万界圣子的出关。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成为大道主神，那么在这个第一等级世界中将会出现3位罕见的主神，从此也就继那位神界大传奇外，神界中又有3位传奇人物即将诞生。此刻诸神万界的无数超神势力之主，5大超神势力之主以及超神巅峰势力之主都纷纷到场，特别是那4位超神巅峰势力之主，他们这些年也尝试的去突破大道主神的领域，可是依旧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们也很想亲眼看一看主神的诞生将会是多么震撼万界的一件事情。雪儿，此时一道声音穿过人群，进入到了一脸焦急的吴雪耳朵中。吴雪闻声望去，只见那道熟悉的声音朝着自己走来。这10年时间他并没有回去武神阁，而是一直在这里等待着萧炎顺利出关，并且领悟出完整的大道。爹，你也来了！吴雪轻声叫道。看到10年不见的这位父亲，脸上也是挂着一丝异样之色。当然10年时间对于他们这些神灵来说并不是很久远。是啊，爹来看看你，还有萧炎几位小兄弟。武神阁之主迈着步伐来到了吴雪的面前，身后还跟着吴雪的姐姐武姬，还有藏青青等人，他们都是与吴雪的父亲一同前来这里看那所谓的万界圣子出关的日子。你们都来了。吴雪抿了抿嘴唇，对着他们微笑道，姐姐很期待我未来的妹夫是不是一位大道主神的存在。武姬走到吴雪的跟前时，还刻意的挑逗了一下吴雪，笑到被武姬这么一逗，吴雪就更加不好意思的低了低头，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红晕浮现，显得有些娇羞。而其4大神阁之主和神蛟也都来了，他们一脸期待的看着上空的那道光球，而且就连乾坤岛和天机岛的2位岛主也都出现在这里。而且天机岛的那位神蛟之前被淘汰出去后，也再次回到了这里，他也想看一看那时将他淘汰出局的萧炎他们是否真的领悟完整的大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上空处的那道光球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仿佛天地初开时的呐喊。光球表面的符文开始以肉眼难以跟随的速度迅速消散，像是古老的秘密在这一刻即将被揭晓，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神圣力量即将降临。随着光球上的符文消失，光球开始变得格外的透明，并且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中有着4道玄妙的光芒，犹如脱缰的神兽从光球内部破壳而出，直冲云霄。轰轰轰轰！这4道光芒一红一紫一金一粉，各自散发着不同玄妙道法的能量波动。红色的光芒犹如火焰之心，炽热而狂野霸道，带着无尽的毁灭气息，弥漫天地。紫色的光芒如同浩瀚的星空世界，浩瀚而神秘，一旦被吞噬进去，那么就会被分解。金色的光芒则是原始之初的光明，精纯而又恐怖，被这光明照耀之下，一切都会化为原始粉色的光芒，宛如世外花仙之境，其中落下无数特别的花瓣，每一道花瓣蕴含着让人会现身现其中又捕捉不到的玄妙花仙气息，无比的特别之法。4道神圣恐怖的力量在空中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仿佛能吞噬一切，又仿佛能创造一切。东周的天地间，一股恐怖又神圣的压迫感铺天盖地席卷开来，仿佛是古老神灵的怒吼和威严空气都被顺便蒸发。扭曲的光影中，现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都能感受到那股令人窒息的能量肆虐他们的心脏，在这一刻都仿佛要停止跳动。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力量，众生皆感到渺小与无力。然而在这股能量的中心，那4道光芒却是最为夺目的存在，散发出玄妙之光，他们在天际划过一道道绚丽的轨迹，将整个东周映照的如同更加耀眼的白昼。在这一刻，无论是神灵还是万物生灵，以及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在感受着来自天地的震撼，以及那股新生大道神之力量的宣告。大道主神诞生了！4道光明如同天穹之下的流星，划过苍穹，逐渐消散在天际之上。随着那4道光芒的退去，4个身影如虚似幻的浮现，他们的脚步轻盈而神秘，仿佛踏着云霞。3位万界圣子，他们的衣摆随风飘扬，
他们的眼眸深邃如星辰大海，仿若藏有无尽的宇宙秘辛。花仙子则身穿一袭青衫，长发如瀑，她的容颜美艳绝伦，宛若绽放于天界的瑶池仙花。此时与3位万界圣子并肩而立，周围的空气似乎因他们的存在而变得凝重而庄严，他们的目光如同穿越了尘世的凌厉之剑，轻轻一扫，便让四周的空间产生了微妙的扭曲，一股难以言喻的威压自他们体内扩散开来。那是一种超脱天位神的力量，那是一种来自大纣道义的大道神力，即便是超神巅峰势力之主的半道神实力，在这股完整的大道神力面前，也不禁感到心神震荡。自惭形秽，萧炎身披黑色长袍，气宇轩昂，脸上却是一片平静，仿佛一切的震撼与敬畏都与他无关。他的眼中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大道在流转，那是完整而纯粹的颜值道法，没有杂质，没有瑕疵，只有大道的真理在其中流淌。这一刻，3位万界圣子和花仙子仿佛成为了天地间最为耀眼的焦点，现在他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大道，大道意识本身，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在他们现在的这股大道神力面前，众生皆是尘埃，而他们则是掌握着尘埃之上拥有大道神力的主神。这就是大道主神的力量吗？简直太奇妙了。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那一颗道心在跳动，每一次的跳动便是能够散发出炎之一道的恐怖力量，并且他的全身上下都传来道法那玄妙的气息，身体的每一处都是蕴含着炎之一道，这也就是所谓的道体。所以即便是肉搏战，大道主神出的每一拳每一掌都是拥有大道之法，任何天位神在触碰到道体的那一刻，都会被大道之法所抹灭，神体神魂瞬间俱灭。萧兄，看来我已经追上你了，我也领悟了五之一道。灵动捏起自己的拳头，感受到那极其玄妙的大道神力在自己的体内不停地流转着，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哈哈，萧炎兄，林动兄，我想我也是一样，大道金身的原始之道，我也融于一身。现在的我们之间的实力又回到了当初那个平衡点了。沐尘一脸激动与开心，这一刻他等了很久很久，拥有大道神力的他，恐怕即便是与同境界对手对战都不会落败，甚至以原始玄妙道法轰碎一切虚无。3兄弟微笑地对视了一眼，他们3人有一次站在了同等的高度，毕竟萧炎、灵动、沐尘的天赋相仿，所以即便那些年在天域中称为御灵御魂，也不会因此一直落后。他们可都是传说中无上神的传承人，这一次又领悟到了属于自己的完整大道，那感觉让得他们3人彻底的大蜕变，终于在这一刻站在了大纣的最高点，主神之境他们突破了。云玉，这次多亏你了，让我领悟到了完整的炎之一道。萧炎此时看向右手边的绝美云韵，淡淡的微笑道：萧炎，那我的花仙之道不也是你帮助我完成的吗？云韵带着一丝娇羞的看了看萧炎，然后微微的低下头，轻声道：显然与萧炎双修之后，那一层隔阂也彻底的被打破，现在的他们也算是男女关系了吧。嗨嗨，萧炎有些尴尬的轻咳的2声，虽然这个双修是与云韵必然的，但是此刻也会有些不好搞意思。为了缓解一下心中的尴尬，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道：云韵，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肯定会为你负责的。我萧炎也不是什么做了事情拍拍屁股走人的人。萧炎立马对着云韵保证了起来。闻言，云韵那绝美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羞涩之意，然后声音极其的轻，只有萧炎一人能够听得到的声音在其耳边响起：是真的吗？萧炎看向云韵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深情，然后笑道：那是绝对的，你从今往后也就是我的女人了。其实在当年我对你有感情，只不过因为一些宗门之间的原因导致了我们无法在一起，不过那些事情已经成为过去，至少现在的我们还是在一起了。这句话倒是非常的深情，在云韵听来却是萧炎对自己的长情告白。等了这么多年，每日苦思苦想的那个他，也终于成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男人。灵动和沐尘看见2人在秀恩爱，急忙轻咳了一声，提醒道：至少下方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听到灵动沐尘的暗示，萧炎这才回过神来，然后目光扫视着下方众多身影。在这些人群之中，萧炎很快就捕捉到了吴雪等人的身影，立马朝着那边的方向掠去。圣花殿之人也立马来到了云韵的身边，他们惊喜若狂，感受到云韵的气息已经完全的被激活出了那道血脉，领悟了比圣花之道更强大的花仙之道。圣花殿殿主站在众人之前，他扫视了一下云韵，即便是他现在都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玄妙压迫感，让得他的神体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虽然他失去了圣花之道，可是那股比圣花之道还要强大的花仙之道不会错。他终于领悟到了，那这么多，他现在也是一位真正的大道主神。看来4大超神巅峰势力之一的圣花殿马上要变成4大超神巅峰势力之首了。萧炎，你成功突破大道主神了。这时最为激动的就是吴雪的父亲武神阁之主，他激动地来到了萧炎的身边，瞪大了自己的眼睛，不断地打量着萧炎。萧炎倒是一笑道：是的，这一次的大道机缘路让我成功领悟到了完整的大道，也彻底的让我迈入了主神之境。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当年就觉得你不同寻常，如今真的做到了。要知道主神可不是说突破就突破的，
而且前几届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即便赢得最后胜利的万界圣子都不一定领悟完整大道，而你确实可以办到，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呀！能够在天位神九做到越级挑战的人，就是不简单啊！武姬和藏青青不得不承认，萧炎的天赋已经远远超出了在场所有神交的恐怖存在。萧炎厉害！吴雪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就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在萧炎的脑海中无限被放大。他知道吴雪表达的意思，吴雪，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我也一定会登顶万界之巅，成为第1等级世界的最强之人，然后来守护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你们。萧炎一脸认真又深情地望着吴雪，后者也静静地看着精致五官的萧炎。随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外拥抱在了一起，直接给武姬、藏青青以及灵动沐尘他们撒起来狗粮来。不过他们并没有抱很久，毕竟在这么多人的目光注视下，一直抱下去的话，即便他们脸皮再厚也受不住啊。众人那灼热的目光一一扫在了如今诞生出的4位主神身上，他们到现在都不敢去相信这是真的，特别是神罗殿主、天罗殿主以及阴阳殿主，他们的脸色目前不是很好看，因为圣花殿中出了一位主神，这就代表着他们东西南北周的平衡终于被打破，而且圣花殿也是一跃而起，超越了他们3大超神巅峰势力，所以在今后这3大超神巅峰势力也不敢在圣花殿面前蹦跳了。来自诸神万界的所有的神交也在这一刻黯然失色，而萧炎、灵动、沐尘等人早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神交，登上了即便是那些超神势力之主都达不到的高度。这一刻，萧炎、灵动、沐尘的名字彻底的在诸神万界每一个角落传遍而开，主神诞生了，而且足足有4位主神这样的一个奇迹，竟然在3位万界圣子以及花仙子的身上发生了，他们也将成为无数神奇强者、各方超神势力每日每夜都在诉说的传奇故事。主神的诞生事迹，在这后面的1个月时间里，依旧带起无比震撼人心的气氛。此时，在万界神州丹神塔中，比平常格外的热闹，因为最近一直流传的那3位主神回来这里了，那就是萧炎、灵动、沐尘。至于云云暂时还留在圣花殿之中，与萧炎短暂的分开了。在丹神塔顶处的小世界中，这片天地竟是弥漫着诸多道法的气息，不过有着道法气息在这空间弥漫，使得这里的空间都变得不同寻常起来。哈哈哈，我的弟子竟然真的领悟出大道之法，成就了大道主神，为师为你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时在小世界的深处，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而他就是丹神塔主，也是传说中的9品药神师傅。弟子没有让你失望，成功领悟到了自己的大道。萧炎尊敬地对着自己的9品药神师傅拱手道。丹神塔主对着萧炎的肩膀拍了拍，他的神色都难以掩饰他内心的激动之色。不错，很不错，如今你成为大道主神，丹神塔的底蕴也会提升很多很多，还有你们2位小兄弟真的天赋非凡，连我都羡慕了。塔主一脸笑意地看着萧炎、灵动、沐尘3人，他的眼中带着极度的欣赏之色，表示对他们的绝对肯定。塔主前辈，我们也只是运气好一点，不然也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领悟大道。灵动、沐尘2人谦逊地回应道。哈哈哈，年纪轻轻就懂得谦逊，这等心境恐怕很多人都难以做到，难怪你们会领悟到大道之法。丹神塔主对灵动、沐尘2人也非常有好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与萧炎相似的点，在他的心中认为灵动和沐尘的天赋恐怕也不亚于萧炎。要是郭九牧那个不成器的弟子能够像你们一样，那可不愁突破不了半道神。想起内塔的那位郭九牧塔主，心中就有一团气。这时萧炎刚想说什么，就被丹神塔主打断了。那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说，要怪就怪他自己心术不正，竟然还去碰了邪恶之物来强行提升实力，这简直就是不要命。一讲起郭九牧的事情，塔主都非常的生气，身为内塔的大师兄竟然心术不正，这让的他以及五行派系的那5位神长老都没有面子致辞。五行派系的那大师兄被打入了塔内的囚牢中，让他面壁1万年时间，这就是对他的惩罚。而萧炎的天赋在所有丹神塔高层的眼中看来都是非常的满意，现在即便是五行派系的神长老们都开始对萧炎另眼相看了。对了，师傅，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看丹神塔之中似乎多了很多新面容，而且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大存在，高阶天位神、巅峰天位神似乎都多了数倍不止，甚至还有一些半道神的强者也在其中。萧炎的观察力非常的敏感，从那些新面孔的出现就觉得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最重要的是，萧炎当时在领悟大道机缘录的时候，自己的脑海中闪过一丝求救信号，虽然只是一瞬间，可是他还是想到了那求救的信号就是来自自己当初给圣龙的那颗火珠。众人听到萧炎这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立马变得无比的安静下来。萧炎、灵动、沐尘3人并不傻，他们看到这样的气氛，肯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师傅，难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萧炎见大家没有回答，
心中的那一份忐忑不安的感觉更加的强烈起来。半晌之后，丹神塔塔主深吸了一口气，也将这10年来在第一等级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在5年前，无量神界和万寿神界这2大神界被永久毁灭，而且苍穹之心也被夺取，其中所有的万物生灵神灵全部随着神界的毁灭而消失。当时这个事情的发生，让诸神万界中的所有势力强者纷纷引起了重视。丹神塔和神元宫也是进行了联合，在各自的势力中加强人手，全城戒备，以防再次有入侵者。丹神塔塔主的话还没有说完，萧炎的神色早已经大变。2大神界的苍穹之心被夺，永久性的毁灭，神界中的万物生灵全部消失，这一系列的重击全部轰击在了萧炎的胸口上，失去重要之人的疼痛感立马传入每一根神经中。